从几年前开始 ，AMD 就在自家服务器处理器骁龙上采用了暴力堆叠3环的策略。这种大3环设计原本是为了提高流体模拟和力学仿真的效率，但可能是 AMD 实验室的测试小哥用骁龙摸鱼时意外发现对游戏有神秘加成，于是面向游戏玩家的特异化 CPU 诞生了。不过初代 X3D 将一整块3级缓存铺在了 CCD 的上方，相当于给 CPU 盖了一层厚厚的棉被，积热导致核心的频率一直提不上去。而今年的第2代 X3D 设计把3级缓存放到了 CCD 的下方，相当于变成了一个床垫，一举减缓了积热问题。目前面向游戏人群的8核版本已经上市了好几个月了，用过98 X3D 的小凯来屏幕前评价一波吧。而今天同时面向打游戏和生产力的16核版本终于来了，没错，它就是9950 X3D。此代9950 X3D 采用了16核32线程，128兆3环，最大加速频率为 5.7 GHz。224的测试中，多核比98 X3D 强了快1倍，理论接近 149K。而在223的多核跑分中，以220瓦左右的功耗跑出了43000，开 PPO 散热理想时接近46000，几乎比98 X3D 强了1倍，超过 149K。要知道，这是一颗纯大核 CPU 啊，并没有小核心拉分。温度方面就更离谱了，这颗16核的 CPU 烤机30分钟仅有76摄氏度。看到这个表现，我已经不知道该说点啥了，只能说求求英特尔加把劲儿吧。不过有意思的是 ，AMD 的官方 PPT 跑游戏是和 U9 285K 以及自家的7950 X3D 来比的。但为啥不和自家的9800 X3D 比呢？一般参战 PPT 避开什么就代表你懂的。不过我们手里的这一颗9950 X3D 可能是体质偏雷，无法做到定频 5.3G， 但我手里的这一颗98 X3D 是可以做到 5.4G 的。那9950 X3D 在游戏性能中会不会输给体质更好、不存在调度问题的9800 X3D 呢？这次测试平台我选择了微星 X870 Godlike 和 RTX 5090D 水超龙。为了排除显卡频率波动产生的性能影响，此轮测试固定了单张显卡，并通过解锁电压控制相同频率，也统一了内存参数、电源 BIOS 以及系统驱动版本。由于测试 CPU 需要避开 GPU 的影响，过往我们都采用了 1080P， 但很多观众就想看 4K 会不会掉漏帧，所以选用了一个全都要的方案，3种分辨率都有。但为了显卡不卡瓶颈，原谅我大部分的游戏特效都开成了低。我们可以看到，在3种分辨率下，默认状态的9950 X3D 相较于98 X3D 整体看下来还是有些许落后。不过对于吃多核，特别是吃缓存的游戏，9950 X3D 就开始显现出优势了。博德之门有接近 5% 的领先，城市天际线强了98 X3D 快1倍。但从全局游戏表现来看，9800 X3D 的游戏最强 U 称号可不是白叫的。个人猜测哈，这可能和 PPO 的机制有关。我手里这一颗9950 X3D 因为受限16个物理核心和体质是没有办法全核 5.3G 的，而体质好一点的98 X3D 想要全核 5.4 都很容易。但我有一次见过9950 X3D 在低负载下单核可以达到 5.9G， 所以我们选择关掉一个 CCD 试试。还真他喵的猜对了，关掉一个 CCD， 9950 X3D 的网游帧数直线暴增， Dota 2帧数直接上涨了40帧，
，low 帧提升了近10帧，直接超过了9800X3D。除了 DOTA 2之外，关掉一个 CCD 能产生的增益，顺带能干掉98X3D 的游戏还有 CS2。绝地求生、战地2042，而一些3A 游戏9950X3D 即使关掉一个 CCD 后，还是会被98X3D 反超。我想问题的关键就在于 CPU 负载，中轻度负载下995X3D 可以凭借更高睿频上限达到更高的性能，但在重负载下就睿不到那么高的频率。为此，我们也测了核间延迟，并关闭了超线程，验证了是不是多核调度问题，几乎可以说就是调度优化和频率。所以理论来讲，如果有一颗体质较好的9950X3D，在 CCD 调度正常、优化适配到位的情况下，其理论游戏性能上限是可以强过9800X3D 的。这里呢，也希望 AMD 能够增加热切换 CCD 开关。对于普通用户来说，手动进 BIOS 来开关 CCD 还是比较麻烦的事情。当然，对于一颗5到6千元的 CPU 来说，它最重要的使命还是要在保持不错游戏性能的同时，兼顾生产力。首先是 3D 表现。在 V-Ray 的测试中，几乎做到了9950X 相同的水平，领先了9800X3D 约65%。Blender 的测试中也同样如此，接近9950X，强了9800X3D 快1倍。而流体力学的模拟分析中，3D 缓存的优势就开始明显了，领先了同为16核Zen 5的9950X约7%。因为大3缓原本的设计初衷就是为了模拟分析。总的来说，如果你会折腾 BIOS 和对内存的调参，9950X3D 就是游戏生产力2开花的6边形战士。AMD 的双 CCD CPU 对于单 CCD 会有更高的内存带宽。游戏方面呢，即使默认不折腾的情况下，它也仅是综合游戏性能略输98X3D，但这个略输是自己比自己。如果你是真想冲9950X3D 的玩家，有2点需要特别注意。一是虽说9950X3D 烤机温度低，但 PPU 频率是根据温度来的，垃圾风冷能压，不过频率会有影响。第二则是更推荐 PPU 配合 COCS 等进行电压补偿，这颗 U 才能发挥最大的性能。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啦。由于首发测试时间非常有限，3种分辨率下我们头都熬烂了，也仅能干出10款游戏。但确实测 U 选 4K 的意义比较小，如果只测 1080p 的话，是完全可以测30款以上的。但既然是观众想看的，我们就会去做。大家希望之后是游戏多来一点呢，还是分辨率多加一点呢？最后祝您身体健康，再见。